怎么会有人喜欢讲呢？真是奇怪的癖好。行了行了，我就用了1次，你至于吗？都搓秃噜皮了。蛮牛，嘴还那么欠。哎呀，还没训好是吧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我累得你抽筋。哇！合理。就因为我不愿意和你同房，有需要就去外面找其他女人，就你也配打我江池瑶的主意？不打你主意，我娶你干嘛？特别是这脚啊，不对，想偏了，谁知道你光结婚不让洞房啊？对，老子不配！你他妈这么高贵，跟老子合理啊！陆家剑种，唯有陆家人能剑，其中的剑道意志，再有3年，我应该就可以完全领悟。到时候我们合离。你脸真大，连骗婚这种理由你都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。以我同理，我已是大宗师7层境，而你不过堪堪后天4层境。你不会自恋到以为我是因为相中你而嫁给你吧？就算我是骗婚，也是你的荣幸。差点忘了，刚才是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说脏话？废物东西，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偷看我的脚。我的脚好看吗？你不要给我摸玩具！等下我会让丫鬟将望舒阁和主院之间的通道砌上墙。这记忆觉醒的也太慢了吧！前世从电梯坠体而亡，穿越到这个世界20年，昨天早上才恢复记忆。我就是说，区后天4层，官职是锦衣卫的小妾，还是花了1000两捐来的。江蚩尤怎会下嫁于我？原来是为了我陆家剑主。丁，情报系统全程为您服务。系统，你终于来了！丁，本系统可随机刷新珍贵情报，每一条皆为机缘任务，每完成10个机缘任务赠送奖励。有了系统的辅助，江蚩尤就等着老子的报复吧！老子的心眼儿就芝麻这么大点儿。少爷，您的同僚找您。哎呀，老大呀，出事了呀，老大！哎呦我的妈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你快出来呀，老大！哎呦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大，出大事了！兵部员外郎高诗涵横死家中，上面限我们3天查清抓凶，一旦完不成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受惩罚。案子已经分到了数百户手里。那如果3天内查清，奖励也不少吧？那是肯定的，做出巨大贡献，肯定少不了数千积分，甚至还能升官发财。老大，我们是跟着宋百户去查案，还是请个兵家躲一躲呀？不能再这么窝囊了。刷新情报。丁，高诗涵于3个时辰前被毒杀于高府书房。数天前，他将7万两银票与一封信精巧隐匿于书柜中。7万两，还有关键线索的信，送上门的功劳与财物啊！走，现在就去高府。啊？哦？怎么会有人喜欢讲呢？真是奇怪的癖好。小姐，姑爷走了，据说是去断案了。破案？他还能有那本事？小琪都是他花钱买的，不用管他。锦衣卫等级为指挥使、副指挥使、千户、
百户、总旗、小旗、校尉，我是小旗，手下10名校尉里，就这2人是铁杆，可培养出亲信。老大，我们真的要插手吗？修武烧钱，银子比悟性更要命。这7万两，无论如何都要拿到，争取早日将江蚩尤狠狠压在身下。进去。属下陆长青见过百户大人。见过黄总旗。好了，案情基本明确，高士涵自杀。陆小琪既然来了，也看看尸体，长长见识。是。系统不是说毒杀吗？百户大人，为何判断死者死于自杀？尸检是五脏六腑碎裂，其胸口掌印与空悬金蚕丝手套纹路契合。此手套乃陛下4年前所赐，昨日朝他遭陛下痛斥，用此轻生也属正常。至于下毒，银针侍卫中残留，血尿无毒。昨夜除其子高人下半夜送了宵夜外，再无其他人入内。儿子弑父也非绝无，仅凭守夜能排除高人？已经查过了，高人22，父子情笃，无动机。且2个小厮证实，他出了高士涵府之后，再无其他人入内，时间也对不上。属下查验完毕。说说看法。死者绝非自杀。胡闹！陆小琪，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？缘何？胸口掌印乃是死后被人模仿其发力习惯所来。人死心停，虽可在尸体上做出掌印，与其脏腑破裂，但无法呈现现场这般血迹。喷射型沿衣襟到底面，品死异血，从口、颈、衣襟层层渗染。如果我是凶手，这血迹可以伪造，用动物血，用第3人血，用自己的血，或者在死者死后从身上抽出鲜血来伪造现场，方法多了。有道理，但仍是推测，不足以翻案。百户大人刚才说，他生前被皇帝狠狠地斥责，所以特意用御赐的空悬金蚕丝手套作为自杀工具，以此来表达对陛下的不满。不错。难道他不怕陛下迁怒？他自己是死了，可他还有亲戚和整个高家。还有疑点吗？百户大人，这是聚神花吧？是。朝中几乎所有的大人书房内都有一盆聚神花，它能让人在工作的时候聚精会神。我若是高士涵，我绝不会在书房自杀。拍碎5脏6腑需要10来个呼吸，这聚神花能让人神思更清楚，痛觉更锐利。自尽者不会故意的放大痛苦。很好，初检不够严谨，将尸体抬回卫所，换最顶尖的仵作重做尸检。若证实非自杀，陆小琪首功。属下感激不尽。回卫所。百户大人，属下还想查一下书房，说不定有蛛丝马迹。也好。周虎、黑柱，你们俩在门外守着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这里倒像是个按钮。哇，7万两银票，还有封信。我操！这高士涵还真敢啊！800套甲与刀，
可装备800精锐重骑，碾压万人步兵，价值50、60万两。这高士涵多半是倒卖军械完成后被杀人灭口。此等大案一旦揭露，高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发誓。不过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将此案交给宋百户立功最稳。哼，身份不行，切勿贪功啊！有这7万两银票到手，得赶紧化作实力啊！走吧，线索已经找到了，等案子结清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我吃肉，他们喝汤。作为锦衣卫，需要铁杆，自然不能亏待铁杆。你站住！我大伯究竟是怎么死的？遗体为何会被抬去锦衣卫？说！不愧是官员小姐，长得真标致，这腿这身子真不错，就是脾气暴了点。未查清，无可奉告。你滚开！朝廷鹰犬罢了，你生气什么？我大伯要是还在，姑奶奶我都不会搭理你的。老大，哎，你是真男人，刚才那姑娘那么好看，你都舍得让人家滚。周虎，你说高家要是被抄家，那位高家姑娘会是什么下场？大概率会进教坊司，成为奴籍。如果老大你愿意的话，完全可以将任何一个成为奴籍的女人带出来，刚才那个丫头片子也不例外。还有这好事儿？朝廷鹰犬果然名不虚传。高家要被抄家了？或许吧。走。回禀大人，经反复检验，死者死于西江罕见鬼毒，死后自解难以检出，且伴迷幻无痛而亡，衣物与地上血皆为人血。长青，你他娘开天眼了吧？苏小琪，牛啊！不过，虽然看出来不是自杀，但是想在3天内抓住凶手，太难了。你小子，难题是你出的，你得来解。百户大人，总旗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高士涵书房内可有新发现？这是从书柜抽屉里夹层中找到的这封信。紫藤甲、黑墨刀，又是西江毒药。高士涵这是将军械卖给异族人，之后被异族人灭口。凶手伪造现场，就是怕牵扯出西江毒与异族。那是怎么下的毒？总不能当面下吧？请仵作复检此烛台，蜡痕上应有残留的西江毒。当时的高人并非是高人，真高人或许已死于异族。昨夜送宵夜者，应是异族人易容。现场的血迹多半是杀高人时顺手取之。我要去面见指挥使大人。长青啊，你看得不错。总旗大人，应立刻派人去抓捕假高人，拖不得。我这就去。7万两全部花光了。哎，地级下品月灵丹1颗，100年老参1颗，30年老参2颗，虽然贵，但值啊！嘿嘿。后天5层5万两的玉灵丹才是重头戏。味儿真足。后天9层，爽！
竟然一次性突破了好几个小境界。后天9层，当个小妾算勉强合格。可惜你我之间差距太大。哎，一颗玉灵丹抵我5年修为，嘿，氪金真爽。哎，可惜我修炼的海纳吞气诀只是皇级中品，要是地级内功，今晚我应该能突破后天。哎，后天9层境现在应该能吊打锦衣卫几乎所有小妾。这就是7万两白银的魅力。高世涵是好人啊，系统啊也不错。这2根30年老参，回头给周虎、赵黑柱1人1根，给2个铁杆手下喝点汤，没毛病吧？哎，系统。系统，哎，系统，刷新情报。丁，皇城东南70里废弃道观，3清石像后石匣中有一部内功功法。我操，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啊！系统，情报多久刷新一次？丁，频率不定，宿主处于新手期，暂时较高。哦，明白。小姐，钱快记好了。这2天他没来捣乱？没有，听说姑爷办了个大案，得了不少奖励呢。难怪突破了呢。不错，还算有些上进心。小姐，要不您对姑爷好一点，毕竟骗婚这事。行了，等到我突破之后，会给他一个满意的报酬。哦。太上归元周天功，地级上品，这比我的海纳吞气诀强多了。不过以我的悟性，想要修炼至入门，恐怕不太容易。要是能买些悟道茶就好了。哎，玄级悟道茶1两3万两，地级悟道茶1两10万两，这哪是修炼了？这不纯纯的氪金吗？缺钱就得抄家。这高世涵一个5品兵部员外郎，不仅没钱，我还不能全他。小齐位置还是太低了，必须狠狠地朝上面爬。老子要升官发财！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凶手已经抓到了，宋百户给你请了个大功，那奖励可真不少啊！哦，凶手抓到了啊？具体说说。30年的老参，老大，你发财了！哎呀，别废话，拿着，1人1个，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啊！对了，凶手是高人吗？啊，就是他，一俗一容，作案手法和您说的一模一样。皇上已经下令，高府男的斩首，女的冲教方思。对，宋百户点名让你去抄高家呢。让我去抄高家？我一个小齐不够格吧？小齐是不够格，老大，不过你已经破格升为总齐了。哎呀，陆老弟，你可算来了，快！百户大人，长青，高世涵的案子已立了大功，恰好何总旗年纪到了，退下去了，你接他的班，从今天起，
你就是总旗。多谢百户大人厚爱。谄媚上官不丢人，不升职才丢人。上峰赏你1万积分，我私人再赏你1万，一共2万，去藏宝阁换资源。给你3天时间，把实力给我提上。3天后，你带人去抄高家，但别太过分，懂吗？是。情报已刷新，1天2个，新手期这么爽吗？宿主左前方架子第7排中间，那本名为破云剑，表面上是玄级中品武技，实则其内隐藏着天级下品武技，一剑飞仙。我操，天级，还是剑法，9000积分，直接拿下呀！还剩1万1，玄级下品破镜丹，铸破大镜，再有10颗黄级中品聚神丹，铸专主，临题悟性，积分正。还有3天时间，3天内转修太上归元周天功，争取入门一剑飞仙。哼，3天后就能抄家了，不抄家的锦衣卫是没有灵魂的。昨天晚上我把30年的老参给吃了，终于突破后天3层了。给老大争口气，争口气。哎，老大，今天酒楼新上的菜，您尝尝。给我整2个娘们花吧。郑群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身为老大的教尉，为何跟在罗王身边？我的身份？哼，我现在可是罗老大麾下的教尉。哼，你老大待你不薄，上个月你爹病了，医药费不够，还是老大借了你10两呢。那也掩饰不了他陆长青是个废物的事实。就因为跟随了陆长青那个废物小齐，老子在卫所里碰见其他教尉都得矮人半截。你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又是升官又是发财的。总旗，人家总旗都是先天境的，他一个后天4层的废物，怎么好意思应下总旗的位置？操！楚楚沉死！我去你妈的！砍死你！区后天3层，也敢在我后天8层面前放肆！我操你姥姥！陆王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杀了谁呀？动手啊！还说，来抓！罗老大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陆长青现在可是红人。切，宋百户是百户，王百户不是。陆长青他要是敢找宋百户来刁难我，有王百户保我。至于他想要给这2个废物报仇，我罗望奉陪。也是，他区区一个后天4层的废物，也配找您报仇？我还打听到，他花了2万积分买了破云剑和聚神丹，真是个傻子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不仅武道天赋废，嘿嘿，脑子也废啊！妈了个屁！给我破！先天境1层，我说突破和呼吸一样简单，你反对吗？老大，周虎、赵黑柱他们人呢？这个眼神，难道他们出事了？都愣着干嘛？该干嘛干嘛去！是。他们2个被罗王打了，不过没有生命威胁，
正养伤呢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前几天他们在四季楼喝酒，郑举仗着罗旺撑腰，对你言语侮辱，赵黑柱没忍住就……罗旺现在在哪儿？郑举和其他9个校尉在四季楼宴请了罗旺、罗小琪。哎，陆老弟，你别冲动。罗旺他背后是王百户，王不下场，你们2个就得凭真本事。罗旺是后天8层，是个硬茬儿。多谢黄老哥提醒，我有信心。罗旺，老大，你要去找罗旺？黑柱的伤势也很重吧？是很重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老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以你的修为武姿，早晚完爆他。到时超过他，再报仇，他也不晚呐。你以为我是去拼命的？那可是你现在这……你别说我冲动，人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，我不冲动，难道要装孙子吗？我刚坐上总旗，所有人都盯着呢，此仇不报，我还怎么带兵？见了面先激将，美其名曰切磋，刀剑无眼，我一不小心杀了他，很合理吧？老大，是，可是你现在的实力，你这……好了，兄弟，你看戏就好，哥带你去杀人。杀人？罗老大，我敬你一杯。陆总旗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怕是要气死他呀！啊，嘿，这女人怎么在这里？算了，不管她。哎，陆总旗也来四季楼吃饭呐！快，小二，多上一副碗筷，得找个机会干掉他。陆总旗，你死后倒是能供出一个总旗位人呢。吃饭就不必了，干你娘的小杂种！你不是等着你长青爹过来吗？你长青爹过来了。罗旺乖儿子，咱俩切磋切磋呀。就你一个废物，也敢跟我们罗老大切磋？老大，要不算了吧，你毕竟是后天4层，罗老大可比你高好几个层次。小姐，姑爷有危险，您好歹是陆家的夫人，可不能让姑爷出事儿。放心，陆夫人的身份我还有用，不会让她出事的。虽然她境界提升了，不过经验和手段还是差了点，到时候暗中出手吧。切磋，哼，好啊！刀剑无眼，刀剑自然无眼。一个总旗，总不会是怕我这么一个小旗吧？请。天级武技，你是故意的。小姐，刚才是你出手的吗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的本事，总算还有点男人样。走吧，回府。哼，陆长青，你有脑子吗？他王山河就是在给你挖坑，你他娘的还跳！王百户和咱们宋大人是死对头，这次因为高世涵事件，上峰夸了宋大人，他故意挑唆郑举投罗旺，算定你会被教训，让宋大人丢脸。你倒是厉害，直接晋升先天了。你说你反过来教训教训也好，只要不杀他，王山河能被你气死，被你当街杀同僚。若非我私访，你早进大狱了。我们那是切磋，刀剑无眼吗？就你会耍那点小聪明，我看咱们做戏也不能做得那么粗糙，真切磋。那你的刀锋为何直指心脏，又为何能拐弯抹了正确？也许刀芒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成精了。那个郑举，这俩靠太近了，是被误伤的。我没有。闭嘴吧你！虽然这次保下了你，但内部还是要有个交代的，多半是让你退位。你刚上总旗，现在就把你退回小旗，甚至校尉。黄百户都能笑掉大牙。妈的，该死的王山河！你查清高世涵的案子是巧合，还是你真有超常的探案能力？有情报系统辅助，再加上前世爱看悬疑，勉强算个神探。现在有一个案子，只要你查出来就是大功，不用给任何人交代，照样做你的总旗。他王百户也不敢多嘴，
太师府那个案子古怪的很，方总机查了1个月，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！百户大人，宗齐大人，我有信心，我想试试。到了太师府，查案另说，先管好你的眼睛。什么意思啊？太师只有一个嫡孙女，名为裴木婉。啊，是那个跟明珠公主并称为皇城双姝的裴木婉。那位以书画入道，年仅18，便是宗师境1层的裴木婉。此女子怕是比起江池瑶也不差分毫吧？太师府死者是他的奶嬷嬷，裴木婉自幼父母双亡，多由奶嬷嬷照顾。对于裴木婉而言，这个奶嬷嬷几乎等同于他的母亲。明白。刷新情报，给力点儿！爹，情报已刷新。爹，素锦阁有关于太师府案件的线索。系统牛逼，真就瞌睡机送枕头。老大，差不多了，快走啊！不像案发现场啊。确实不是，易嬷嬷在外被刺腹部，被人送回府，请了太医，用了最好的天才地宝，硬吊了3天，最终死在这张床上。3天里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断断续续的说了些话，不成线索。桌上有卷宗，记得很详细。我照常去同福楼给小姐买桂花软膏，离同福楼100-200米处，有人撞了我一下，我只觉得腹部疼痛，下意识捂住，手上全是血。撞我的人是谁不知道，街上人多，撞我后我只顾着疼，抬头看时不见可疑之人，然后我就晕倒了，像杀手行事。但高吴古代杀手杀人的方式有这么朴实无华吗？有可能是杀手杀人吧，并不是杀手。太师府派人查过，皇城内数10家杀手组织都已经逐一清查。她就是裴木婉，皇城7000万人里保二争一的绝世美人，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实啊，美得相当有冲击力。裴姑娘怎么来了？本想看完卷宗再请她问话，倒是她主动过来了。来见见1天之内查清高诗涵之死的神探。啊，裴姑娘过誉了，运气好罢了。陆公子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说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知无不言，只求早日查到凶手。裴姑娘，尸体还能查验吗？恐怕不行，天气炎热，尸体已满月，腐败严重。卷宗里有尸检，由7、8位最顶尖的仵作联合完成，尽量不留遗漏。1尺长，半寸宽，双面刃，判断为短剑，伤口不含针源，痕自上而下，有细微角度，估测凶手高度比易嬷嬷高2寸。就这些，只有一个捅刺伤口，挖不出更多。古代无高可解，也无更细的痕检，怪不得方前查了1个月仍无头绪。易嬷嬷可有仇怨，或曾与人起冲突？她死后谁获益最大？他是个老好人，几乎不出云1楼，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仇人，我也想不出谁会因他而死而得利。卷宗里有人际链条，他的娘家、朋友、旧邻都查过。方前带了5个小旗，50余人，跑了半个月，没有查出有用线索。确实看不出破绽。凶器复原了吗？复原了，就是普通的1尺短剑，市面随处可见。在街上行凶，没有目击者？没有，人来人往，就一瞬间，连死者自己都没看清，旁人更难。如果这卷宗上的信息无误的话，为确保无误，方总旗把每一个信息点都翻查了不止1遍。那就只剩下2种可能。请说。第一种是遇到了脑子有病的疯子，无差别行凶；第二种，杀手原本想杀了裴姑娘，却做不到，只有杀了裴姑娘最重要的人。无差别杀人疯子，若真有，近来该有类似案件，但并没有。那凶手就是想杀我不成，才杀了易嬷嬷。请裴姑娘回忆，半年内可得罪过什么人？若没有，时间再往前推。系统情报里提到的苏锦阁，听名儿像是卖衣布的，与太师府案有何关联？想不通，得亲自去看看。裴姑娘慢慢想，我出去找找线索。我也跟着了。
我也去看看。看仔细点。哎，不是成衣铺，是裁缝店。三位官员有何事？认识易嬷嬷吗？易嬷嬷1个月前，7月27号下午，你们店有人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吗？大概在同福楼那一片。官爷说笑了，我们这儿离同福楼200米左右，奴家怎么可能听得见呢？你们店一直都是6位裁缝吗？哦，不对，李儿半年前离开了。李儿？她在我这儿干得久，突然说要离开，毫无征兆的，可能是在外面发达了，还拿着云锦、蜀锦来我们这儿定制衣服呢。老板娘，李儿你怎么来了？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呀，这么好的布啊！李儿，你在哪儿工作呢？我家小姐让我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布偶娃娃。哦，你做吧。那你没问他线下在做什么？大人，我知道点儿。啊，那你过来。李儿1个月前来过，要我们做一个布偶娃娃。我好奇，问他做来干什么？他说他家小姐需要。他家小姐是谁？是个大官家的女儿，具体是谁他不说，想防着我，怕我去人家家做丫鬟，抢了他饭碗。诅咒娃娃。1个月前，时间刚好对上，丫鬟李儿让裁缝铺做的不是玩具，而是插银针的巫蛊诅咒娃娃。还真像，你大爷的！这和太师府有何关系？裴姑娘最大的特点就是美，她又是太师嫡系孙女，免不了和其他贵女有过接触。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闺女嫉妒她？嫉妒，所以布偶娃娃诅咒，结果不见效，又想弄死裴姑娘，可做不到，就想办法弄死裴姑娘最在意的人，也就是易嬷嬷。暂做此推断，竟真能找到线索？难道神探的直觉这么吓人吗？我回卫所就立刻查李儿，摸清他究竟伺候哪家姑娘。今晚就算不睡，也要把人挖出来。好，明日一早，太师府门口碰。成。先天后美小径都要海量真元，还需要顶级功法作为辅助，还是太缺钱了。搞钱，还是他妈的搞钱！哎，希望破了此案，裴木婉能给我点回报。他随手露出的银两，都够我修行一阵了。宋百户昨夜到处搜查，莫非是太师府案有了线索？应当没有，只是动静大，雨点小。好，方前那小子虽然是他的人，不过办案是一把好手，就连他连查1个月都没有什么线索。宋百户真把陆长青当成神探？大人，宋百户为保下陆长青而走投无路，妄想陆长青继续创造查案神迹，以此戴罪立功，异想天开。这样，你把陆长青调查太师府案的消息给我散播出去，最好让副指挥使、指挥使全都知道。是，陆长青，你不是想扬名立万吗？老子帮你一把，看你能不能扛得住。百户大人，给，你小子起晚了。这还晚？百户大人，小姐传你们进去。小姐，人到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查出眉目了吗？应该有眉目了。这陆总旗还真是神人，他参与进来，1天之内就有眉目。百户大人，丫鬟李儿的小姐是谁？隋明心，刑部左侍郎隋真良的小女儿。此人被溺爱，性子强势，可若只是嫉妒美貌，就动诅咒，还要杀易嬷嬷。她才19岁，不至于如此极端吧？
我听明珠说，这冯国公世子冯玉喜欢我，这隋明星见过他一面，对他念念不忘。如此，便有了动机。刑部左侍郎之女，来头不小。这隋明心还真是聪明，不，准确的说，是隋真良聪明。你有答案了？快说。刑部好啊，刑部大牢关押了那么多的犯人，作为刑部左侍郎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放出一个犯人出去作案，不难吧？锦衣卫再强，也不会去牢里查犯人。按常理，犯人不能外出，但常理之外，才是手法高明之处。原来如此，好精妙的法子！谁能想到犯人还会被放出去行凶？我去求指挥使，想办法查刑部大牢。此案有关太师府，他一定会帮。老大，我也跟着宋百户去呗。哎，赶紧去。好嘞。你不一起去？有百户大人，足够。这人怎么回事？暧昧之心我能理解，偷偷看也就算了，你这看的也太光明正大了吧？你还有事儿？裴姑娘，我帮你查出杀易嬷嬷的凶手，可有什么回报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钱，我缺钱，很穷。就这，我的魅力还没经营中呢。陆公子想要多少？裴姑娘看着给就行啊，不过不是现在，等案子出结果再说。就裴木婉这样的顶级贵女，怕是没把钱当回事儿。我不开口，按她理解，说不定能给一个很大的数字。那就等结果出来再说。陆公子，请自便。情报已刷新，朱雀街红颜坊后巷有只波斯猫走丢。啊，猫也算情报？除非主人大有来头，先做了再说。啊，小猫咪，好乖呀！明珠姐姐，你就别担心雪球了。我就不该去红颜坊的，我只是试了试新出的水粉，一转眼雪球就不见了。宫女和太监找遍了整个红颜坊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实在不行，找锦衣卫帮忙，他们是专业的呀。不可，若锦衣卫大张旗鼓的为我找一只猫，御史必参我一本。这若是陆长青，等等，我怎么会想到那个讨厌的家伙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啊？易嬷嬷之死的真相快要查出来了。真的？不是前2天还毫无线索吗？怎么突然？那个锦衣卫的陆长青一接手，方向大变，立刻就查出来了，是刑部牢狱中犯人出的手。刑部牢狱中犯人出手，妙啊！隋明星那个蠢货肯定是想不到的，十有八九是他爹拿的主意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不过这陆长青如此聪明，我想他肯定不是个俗人，结果他挟恩求报，要钱。哎呀，我们木婉神女又被臭男人无视的一天吗？是不是心里很不好受啊？别乱说，他探案是很厉害，可是他是锦衣卫啊，没办法让他替我找猫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找找吧。我的公主殿下，雪球那么可爱，就算被捡到了，她也不会受伤的。我走了。雪球，我的雪球。裴姑娘，都查清楚了，刺杀易嬷嬷的凶手名为重刑犯杨忠，11天前在菜市口斩首。那名放杨忠出狱1时辰的狱卒，现在骨灰都已经撒在河里了。哼，不愧是刑部左侍郎，几乎没有破绽。裴姑娘，现在结案的话，对隋真良和隋明心基本没有任何伤害。直接结案。至于他们，
很快就会付出代价。辛苦宋百户，为太师府效力是在下的荣幸。走吧。宋百户，我还有话与陆公子说。白芷，这次易嬷嬷之死之所以能查清，全赖陆公子，谢谢。客气。银票5万两。多谢裴姑娘，合作愉快，下次。下次，意思我们下次再有案件再找你？你是在诅咒我们太师府常死人吗？口误，真美呀！可惜美人再好，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够够得着的。实力不足，别玩高配。告辞。混蛋东西，自始至终只有对银票的渴望。我裴木婉在你眼里还没5万两银票有吸引力。聪明、贪心，还敢无视我？记住你。陆总旗厉害啊！运气，若是运气，那我折磨1个月算什么？今晚同乐楼喝一杯啊！太好了，现在有他在，再有什么案件出现，不说全交给他，至少能为我分担不少了。宋百户当面问王百户，如何处置你当街斩罗望证据？如何？如何？王百户咬着牙说你立了大功，他哪敢要你交代？他要是敢要你交代，上峰就得要他交代，太师府就得要他交代。这次做得不错，上峰赏你3万积分，我私人再赏你2万，总共5万。多谢百户大人。另外，你手下5个小旗全部由你自行提名，但别太过分，那种后天2、3层境界做小旗的人选，1、2个就得了，可别5个全是。明白，这才是真正的奖励啊！用这5个位置，足以将手下彻底收服。以后我也就是有班底的人了。行了，滚吧。晚上见。周虎、赵黑柱，这2人，毫无疑问。嘿嘿。然后是柳泉，本就该是小旗的位置，后天7层，实力不弱，收下收下。然后是魏行，当过在大狱里审犯人的狱卒，有好几年的工作经验，是个特殊人才，武道境界还是个后天6层，实力不错，收下收下。然后是钱胜，又是一个捐出来的小旗，不过嘛，家底是个富商，还很懂事，上来就给我这个上官塞了500两银子，嘿嘿，不错不错。强强，走了，方前做客同乐楼。作为锦衣卫总旗，连个贴身丫鬟都没有，这可不行，这2天必须得安排上。嘿嘿，今天没有暖床丫鬟，就你陪我吧。嘿嘿，雪球啊雪球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哪怕你是死了，也会有尸体的呀。那么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你走丢了之后，被好心人给拾走了。好心人啊，好心人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，否则的话，我定要你好看。雪球。见过总旗大人。来这么早啊？老大，抄家高府，激动的睡不着觉。去，就你睡不着觉？丁，情报刷新，高诗涵的卧室内，他的那张床是由纯金打造的，床的外表用木片覆盖遮掩。我操！我就说高诗涵敢贩卖军饷，赃银肯定一堆。那这张金床我要自己留着，毕竟谁能想到一张床是由纯金打造的呢？一张金床，咋也值10万8万两白银吧？走，出发去高府。
都到齐了吧？从此刻起，高家若还有藏着的人，一旦搜到，就地处决。是。鹰犬，杀了我！老大，这小辣椒长得挺好看的，带回府上做丫鬟最合适了。老大，如果你要是把她带走，那是做了天大的好事。不然以她的姿色带去了教坊司，恐怕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哦，教坊司如此恐怖？越是大官的家眷，就越受欢迎。有人就好这口，她越长得漂亮，她就越……点一下。是。回大人，现银39000两，银票9000两，共17000两，黄金珠宝首饰等24000两，店铺、良田、庄子等折算58000两，总计138000两，还不少呢。老大，我怀里还有5万两银票。高家男人送往大狱，不日问斩，女眷全部送去教坊司。大人，我愿给您做丫鬟，我一定乖乖的，求您了。这人我就做主了，把他送去陆府。他生气什么的弄好了吧？手续上没有问题吧？完事，你放心。还有，天黑之后把高世涵卧室的那张床搬去陆府，记住，不准拆，整张搬，你给我亲力亲为，别节外生枝。是。这5万银票，我留3万，你们5个小旗，每人4000，手下的10名校尉怎么分，你们自己定，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？谢大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黑柱那份，你亲自送去。是。家主，高云然已经到府内了。现在不至于急色到立刻吃高云然，先将用积分和银两买资源消耗了再说。把府中的规矩跟高云冉说清楚，我要闭关，你盯着他，所有异常都记。还有，我闭关期间一律谢客。遵命。花了积分买了50颗巨神丹，4颗龙元丹，8万两银票，则买了一根470年老参。虽然贵啊，它值啊！哈哈哈哈！先天境3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大药就是不一样，黄总旗卡在先天境2层，都卡了3年了，还得继续参悟太上归元周天功。小辉，你说你的主人是不是一只大色狼啊？你真可爱。大娘、三婶他们已经被送去教坊司好几天了吧？只能看看哪天我得宠了，攒些银子，让前院的仆人送去教坊司。小姐，姑爷院里住了个狐妹子，长得可漂亮了，当然比不上您。她的事不用和我说。小姐，就算你不想把清白毁在姑爷手上，你也不用这么羞辱他呀。大不了你就牺牲一下嘛，让他看看你的矫教，然后他激动之下自行解决嘛。胡说什么？花了47颗太上归元周天功才小成，看来想要继续提升，还得是悟道茶。悟道茶不是一般的贵，所以还是得搞钱。虽然龙元丹药效不错，先天境界提到了4层，肉身也强了不少啊。叮，情报刷新。叮，情报刷新。我操，2个情报！系统，情报还可以积攒。叮，可以。
但长期闭关会降低触发几率，所以10来天只积累2个劲爆。原来如此啊，闭关是必然的，无法提升实力，获得再多机缘也等于0啊。丁，出皇城北门朝西南170里有一人肉客栈。丁，太师府花园池塘内有一头700年灵鱼，药效堪比宝药。真不错呀，不过不着急，我得去看看我的小丫鬟。陆长青，不，陆公子，少爷，少爷，我最近来月事了，我不能侍寝。谁说暖床就要侍寝？去，让粗使丫鬟打桶水来，我要沐浴。你呀，去浴室给我搓澡。是。不错啊，哇，按重量应该有10万两，比我估的还高。走黑市相对安全，不过走钱上的商号也相对稳妥。就是好听。黄总监，哎呀，陆老弟，你可算是出关了！你再不出来，百户大人就要派人砸你的府门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闭关的第2天，皇城府衙就来求援，最近接连报案，都跟走镖局有关。走镖危险是正常的，可是这几趟，就连尸体全无，就像凭空蒸发了。人肉客栈，现在啊，这个案子越闹越大，陛下责成我锦衣卫半个月破案，现在只剩下6、7天时间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陆老弟，你要是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，百户的位置少不了你的。案件卷宗呢？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原以为那条情报可有可无，没想到牵出大案，百户之位我馋得很啊！去，把卷宗拿到长青的办公室。是，快快。死者一共70人，出自3家镖局的5趟镖。最强天威镖局汪胜，57岁，先天7层境。我们核查过了，众目击证实，他们完好无损，渡过了怒涛江。八平山在怒涛江之前，所以这里可以排除，可断定问题就出在天目竹海的岸上。这样，我带队去查天目竹海。不过，我要一位宗师境的高手随行，先天7层都诡异失踪，没有我不去。宗师可不是大白菜，不就是钱吗？得，我去找宋百户，大不了咱花个大价钱雇个宗师境保镖。多谢黄哥。老小姐，虎子，哎，老大，去把裴木婉的资料给我拿过来。裴木婉，老大，你真牛逼！裴木婉的主意你都敢打，你真牛逼！裴木婉的主意你都敢打，滚犊子！不是你想那样，快去！啊，好嘞。好嘞，有事叫我啊。太师府花园池塘有700年灵鱼，药效堪比宝药，宝药一枚至少50万两，这条灵鱼必须行。哼，
硬闯太师府是死罪，只能智取。可太师府我只认识裴木婉一人，他对诗词极其感兴趣，文道即他的武道。上次观诗直接顿悟。哎呀，可我不想抄诗词呀，诗词根本对我没用，但对他用处太大了。既然已经抄诗了，那就必须得出大招。嘿，临江仙肯定能让那姑娘动容。哼。虎子，老大，把这个送到太师府，交给裴木婉。路上不许偷看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姐，您的字真好看。就你会说。小姐，这是陆公子给您的。陆公子也太冒失了，哪有光明正大给人写信呢？别胡说，或许是有什么重要之事。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小姐，小姐！哇！我只请老爷！子良，等一下，这是好事，小姐有所顿悟，思将突破，我们去门口守着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一首临江仙，让我连破2个小境界，直接到宗师境3层。若是按部就班，这起码得小半年。这首词真是他写的，这人情我欠大了，不需要再付出另一首词，这临江仙足矣。好想知道他口中的另一首同级别的诗是什么。小姐，好事，我突破了。是因为陆公子送的那首诗词才突破的吗？是，这首词很好，极好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这是一首表白词。这不是写的表白，是物是人非，惆怅，遗憾。或许是他喜欢的人变心了，或许是他喜欢的人离开了。怪不得以我的容貌，他宁愿要那5万两白银，也不愿意让我欠他一个人情呢。原来他心中有人。有陆长青的资料吗？小姐，我这就去查。他已有妻子，大婚1年未圆房，却依旧痴念着他的妻子，没有一房小妾，也没有想要和离的想法。陆总机太痴情了，这陆夫人太欺负人了。研墨，把这张送到江池瑶的手上。这首词配不上他，他太欺负人了。陆公子太苦了，我想帮他。紫菱，去下一张请帖给陆公子。啊，我要请他喝酒，地点在落水江畔的落水楼。是。希望他那另一首同级别的诗词别让我失望，哪怕比临江仙差一点点，太师府里什么都可以任他搬走。陆总旗，王百户的铁杆吕天阳，黄鼠狼给鸡拜年了。哈哈哈哈！吕总旗，何事啊？王百户今晚同乐楼设宴，请陆老弟。哦，王百户想拉拢我呀？没兴趣。战队一旦血了，就回不了头。二五仔没好下场，更何况宋百户对我这么好，而且这段时间王百户一路使绊子，我记着账呢。你总不可能一直立功，王百户要针对你，
你跑不掉。怎么，你威胁我？你2次立功，就等于帮了宋百户的大忙。王百户和宋百户是死对头，你说你该死不该死？不仅是你，你那2个狗腿子同样该死。你杀意都不遮掩，我还能留着你？卫所内也无妨，先杀了再说。没有第3人在场，古代好狡辩。老大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是吕总旗要杀了我，我下意识反抗，结果失手杀了他，是我的错。你他妈放屁呀！在卫所里动手杀同僚，你这是重罪！王山河，我操你妈！你要对陆总旗做什么？宋千帆，你他妈眼瞎呀！睁开你他妈狗眼看一看，是他妈陆长青杀了吕天阳！我看你这次怎么保住这丧心病狂的狂徒！百户大人，你得为我做主！他吕天阳要杀我，我吓坏了，我下意识反抗，他就死了。哦，我就说嘛，陆总旗一向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在卫所内滥杀无辜？原来是迫不得已的正当防卫。对，我还怀疑吕天阳他是叛徒，细作之流。他看我屡立奇功，他急了，要杀我。哼，老天有眼呐，让他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陆总旗的拳头上。对，好，真是会颠倒黑白，真是会指鹿为马呀！宋千帆，你牛逼呀！你有种，带着陆长青还有吕天阳的尸体，咱们去请林千户，我要让他主持公道。叛党！你就是陆长青，有点本事，2个案子办得也漂亮，这就是你行事肆无忌惮的理由？属下不敢。有勇有谋还够狠，简直天选锦衣卫。但做事太糙太暴躁，需要好好打磨打磨。你们有谁有证据证明是陆长青或者是吕天阳先动的手啊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各打50大板。千户大人，这吕天阳好歹是总旗啊，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死了。这50大板也太……要不千户的位置你来做吧。属下不敢。千户大人，属下愿戴罪立功，彻查镖局案，免除惩罚。我愿下军令状。50大板确实没啥，但我怕疼啊。陆长青，你闭嘴！没事儿。年轻人真有冲劲啊！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若是完成军令状，50大板不打，我还另行嘉奖；若是完不成，打100，并退回小旗。你能接受？接受。你个混小子，真他妈疯了！今天没法说他真靠镖局案立功逃了惩罚，积分滚滚，他迟早会压过我。去你妈的镖局案，去你妈的延后惩罚！今晚我就要做掉他。好了，今晚有大人物请我吃大餐，并且我还能带几个人：宋百户、王百户，还有陆总旗。你们3个跟着一起来吧，去落水楼见见世面。落水楼，就是那个只接待高官子女的落水楼。说的没错，老子也是第一次去。王百户安排人把吕总旗的尸体厚葬，另外调出一些银两安抚其家属。至于死因，突发疾病，死于卫所。属下遵命。千户大人，请。陆公子，我是我家小姐裴木婉的贴身丫鬟。你小子还认识裴木婉？陆公子，今晚我家小姐在落水楼已经订下包间，请您吃饭，这是请帖。裴木婉请你吃饭？陆公子，天快黑了，您快点去落水楼哦。啊。
从来没听说过裴木婉单独与外男吃过饭。那可是裴木婉啊，单独请你吃饭，还是在落水楼。长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牛能让你吹一辈子？妈的，再不杀真傻没有了！她都能勾搭上裴木婉了，那可是神女，太师嫡系，皇城双姝之一啊！坏了，今晚请我吃饭那位好像传言痴恋裴木婉，不能撞上了吧？小姐，楼上很多人都在看，您这样迎接陆公子太高调了，我怕他会被人记恨。无妨，谁要是敢斗陆公子，就是与我太师府为敌。那位是国公府世子袁成野，原来裴木婉等的人是他。也是，袁成野29岁，已是宗师5层，无论家世还是实力，都配得上神女。木婉，你怎么知道我今晚在落水楼啊？与你无关。你是在等明珠公主啊？行，我陪你一起等。我并没有在等明珠公主，你能不要再烦我了吗？木婉，你不是在等明珠公主，那你是在等谁啊？难不成你在等一男子？切，一个小小的锦衣卫千户，能让我们家世子请过来吃晚饭，已经是荣幸至极了，还好意思带这些阿猫阿狗过来吃饭，真不要脸啊！2个百户就算了，还带了一个锦衣卫总旗，怕是落水楼从来没有招待过锦衣卫总旗这么低贱的人吧？好了，现在锦衣卫势大，搞好关系啊，也不是什么坏处。只不过为什么要带一个总旗啊？哎呀，是该好好敲打敲打啊！陆公子，多谢你赏脸。我操，你可是裴木婉啊！哪怕是皇子来赴约，也不用赏脸2个字吧？陆总旗是看到你杀人了吗？你竟然这么捧着！他原来会笑啊，但他为什么笑的对象是一个总旗啊？裴姑娘，你为何如此高调的请我在落水楼吃饭？你这不是把我放火上烤啊？无妨，谁敢针对你，我太师府和他不死不休，哪怕是宁国公府。他们是宁国公府的人，裴姑娘，我跟你有仇啊！陆公子，你放心，明面上的麻烦我都替你解决。至于暗地里的针对，我会让护道嬷嬷跟着你。他大宗师6层，必要时可短暂升至9层。牛逼啊！哎，陆公子莫要说脏话，这有损你的文气。走吧。千户大人，不好意思。走吧。坏了，这小子大概是被袁成野乃至宁国公府恨上了。陆公子，你的遗憾都表达在了临江仙中，世人不懂你，我懂你。你可以将我当做你的知己，若你有苦闷的时候，随时找我，我陪你喝酒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哎，你，哎呀，不能喝就别喝，况且我心里也不苦闷呢。你苦闷？好啊，我苦闷，但我不喜欢喝酒的女子。那我不喝，我给你倒，你喝。裴姑娘，你请我吃饭的原因是？你说你还能写出和临江仙差不多的诗词，若真能，那一池鱼你都可以带走的。啊？拿纸笔来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真是个痴情的男人，江池瑶，你如果不爱，请离开。为什么要伤害陆公子？小姐又突破了。长青，江池瑶配不上你的爱，你们和离吧。他这是看上我了，想上位，
可惜他不会做妾，而我已有正妻。操，姜赤瑶，你占着茅坑不拉屎！哎呀，暂时和离不了，等几年再说吧。几年？骗谁呢？你就是被妻子欺负的痴情傻蛋。陆公子，放我长枪。长青，我……哎呀，我都知道。木婉，不如我们先谈几年甜甜的恋爱，等我和离了，你正好上位。你若真想娶我，何必再等几年？你们现在就和离。和离不了，他不愿意，我打不过他。长青，你就别再表演了。我知道你对你的妻子感情有多深。我靠，这两首诗起了反效果呀，让他误会我对姜赤瑶用情至深，不愿和离了。哎，裴小姐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我看今晚的月色不错，不如我们一起赏月吧。我还尚未出阁，你不能随意牵我的手。裴姑娘，我喜欢你，我都打直球了，应该不会脑补了吧？长青，我有我自己的骄傲，我不会去做任何人的替身的。不是妹子，你就这么会脑补吗？我都和你表白了，你还不信？哎呀，你怎么能是别人的替身呢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按道理说，你比姜赤瑶更美。长青，我知道你是看我心情失落，才故意说这些违心的话去安慰我。你太善良了，姜赤瑶，你该死！如此温柔、善良、痴情的男人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？累了，毁灭吧！非要逼我出绝招是吗？裴小姐，我送给你一首独属于你自己的诗。真的？清平调，赠裴木婉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吻我。我要回家了。啊，那我送你回太师府，还有一池鱼没捞呢。走。来，各位大人，来。哎呀，加菜。世子爷，您要是不放心裴姑娘，派人过去看看她，万一看到他们在亲近，弄不好世子爷当场就炸了，正好省得我出手。裴姑娘性情清冷淡漠，皇城谁人不知啊？那陆总旗还敢欺负裴姑娘不成？你再说了，裴姑娘是宗师境，他陆总旗也没那个实力呀。不错，裴木婉什么样的人啊？皇城7000万人，谁不知？长青，我不会给别人做妾的。我可以和离。我操！世子，我操！陆长青和裴木婉竟然手牵着手。我不想打断你和你妻子的感情，所以我打算不嫁人了。你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好不好？之所以放任他在大庭广众下牵我手，就是要告诉世人，我既然喜欢了，就要光明正大。红颜知己能同房不？闭嘴！长青，紫菱白芷都看着呢，别欺负我。就亲个嘴嘴，红颜知己应尽的义务。那我们先上马车吧。红颜知己还应该尽什么义务呀？红颜知己还应该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滚呐！这反差又回口冷仙子了。既然我出场，就给自己个目标，3年内在你心中的位置至少与姜赤瑶持平。走啊，跟我回府。啊？不是，
燕姨，在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陆长青的护道嬷嬷了。啊，小姐，您的安全怎么办？我会去找爷爷，再给我安排新的护道嬷嬷。是。那刚才那个什么姨啊，燕姨身法有点恐怖啊。他修缥缈顺步地级上品身法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缥缈顺步。缥缈顺步，这武技功法不能外传吧？哎，给你就拿着，爷爷那边我会去说的。你跟我那3首诗啊，比这更值。那你还需要诗词吗？你还能写出和那3首同级别的诗来？别说同级别啊，就更高级别也有的是。现在就来几首。开玩笑，水调歌头听过没？将进酒听过没？青玉案元夕听过没有？暂时不用，我还需要消化一下。再听更好的，这效果只会浪费的。那我去抓灵鱼了。哎，灵鱼在哪儿？那边。嘿，拜拜。爷爷，怎么过来了？有事吗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他是谁？自家的孙女这么骄傲，谁家男子能被穆婉看上？他名陆长青，是锦衣卫总旗。他已经有妻子了。他今天写了3首诗，爷爷，我写给你看。是700年的大灵鱼，回去做个红烧鱼块，嘿嘿。王百户，出来吧。陆总旗，虽然你和裴木婉已经手牵手，俨然已经是所有青年才俊的敌人，尤其是袁世子，他正想着怎么杀了你，但是老子等不及了，今天晚上就要搞死你！一剑飞尸！你刀刃龙猛，镇海刀，一刀绝天地！这不可能啊！出来！不可能啊！你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武艺？王百户，你劫杀的好啊！不仅错全在你，而你死后，百户的位置刚好空了出来，我刚好可以上位。嘿。我操！大半个月前他才是后天4层啊，现在就能斩杀先天8层了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唉，陆总旗有点意思。千户大人，陆总旗很优秀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一定得保住他呀。王百户劫杀陆总旗，被其反杀，陆总旗无罪，放心，没事。我是说，陆总旗和裴姑娘的事儿。赶紧把副指挥使乃至指挥使大人，还有你背后的那位大人，都介绍给陆长青认识。是。这3首写的都是爱情女子，若是写家国天下，且有这等质量，说不定会让我顿悟入天人境。长青说他还能写出更多堪比这3首质量的诗词，也许会有契合爷爷心境的。文章偶天成，岂能是张口就来？那小子是在忽悠你。不过这3首，爷爷也能理解你是怎样看中他的。爷爷，我和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，甚至当街手拉手，您不会……
世人的看法和议论只会影响那些心境不稳的人。真正有心境内核之人，只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即可。爷爷，您真好，但我今天和长青太高调了，您能不能……从今以后，他也算是太师府的门徒，大人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，年轻人的事由他与你应对。爷爷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。看你那个高兴劲儿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人是弱了点儿，可这首词写得真好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好美的一句，写给我的，可明明是他见色起意求闪婚。我未见陆家见种而嫁，算是骗我，哪来的彩云归？是他的意向，还是把初见当成美好？词写得好，可惜只是嘴上说说，自称痴情。住院里还不是有一个冷窗的丫鬟？词是词，人是人，这么好的词，撕了可惜了。哼！哦，嘿嘿嘿，爽爆了！一夜之间从4层到了7层，纵使之下我无敌。明珠公主会在2个时辰后抵达普云寺，为当朝皇后祈福。祈福时会有一个伪装成小沙弥的刺客刺杀明珠公主。明珠公主，皇城双姝，她是当朝皇后嫡出3公主，次名明珠，19岁，宗师3层。不过比20岁的江时瑶大宗师7层还是差了点。救她，我要成为她的救命恩人。哎呀，我这太能惹祸了，才觉醒前世记忆几天，都快举世皆敌了。搭上明珠公主这条线，有恩于皇后与皇叔，绝对赚爆啊！哎，老大，黄金床卖出去了？哎，是，一共是12万两。这么多？哎呀，老大，您是我们的自己人，我们商号不能吃您的利润利息。商号不吃，那给你报个费。老大，那使不得，我们不收。你小子有心了呀！对了，你呀回去转告一声，我呢上午去趟卫所，下午去普云寺拜佛。哎，老大，您还信佛呀？这不是刚杀了王百户吗？我这人啊慈悲人善，毕竟大家共事一场，我去普云寺给王百户求个佛，希望他能登上极乐世界，而不是下地狱。老大，您还真是善呐！木啊，真的找男人了？是的，公主，您看，去普云寺祈福完，要不要立刻动身去太师府？就你促狭也好。木啊，真的找了个锦衣卫总旗，还住先天境，甚至还有妻子。这木婉真是疯了吧？公主，也许爱情来得突然，让人盲目。换成是本公主，宁愿去死，宁愿单身10辈子，宁愿做尼姑，都不会找一个有妻子的先天界锦衣卫总监。还是公主理智。等从普云寺回来，本公主要好好和木婉谈一谈，替她把把关。我呀，就这么一个好闺蜜，可不能让小贼给骗了。快去备马车吧。哎，许秋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娘亲想你了。住持应该是慧明，刺客应该就在这4个小沙弥里。你一直在张望什么？别紧张，我只是仰慕公主的爱慕者，顺便会算点命。算命？愿为明珠公主算一命。我操，好牛逼的一张脸，而且低头不见脚尖，这真是人间绝色呀！你会算命？
明珠公主今日有血光之灾。放肆，胡言乱语。找到了。敢在本公主面前胡说八道，会死人的。本公主的脾气并不好。无心，你做什么？一剑飞仙。你怎么知道有刺客？算命算的呗。我不信算命，你跟他是一伙的。怎么？你是说你的救命恩人和刺客一伙？那我为何要救你？锦衣卫，站住！锦衣卫，你是锦衣卫？是。那我相信你和刺客无关了。所以，我是公主殿下的救命恩人吗？算是吧。想抱个皇室大腿来着，这位殿下冷冷淡淡，向我救人是职责。既然我是公主殿下的救命恩人，给我点回报不过分吧？你这人，那你想要什么回报呢？银票。前些日子木婉提过查一嬷嬷之事，立功的是锦衣卫总旗，谢恩要钱，此人莫非就是陆长青？银票的事情再说，既然你立下了大功，不如回我的公主府做一个幕僚，如何？公主还未查清他与刺客的关系。幕僚不就是做狗吗？没意思。是你明珠公主极其漂亮，可老子又吃不上。这混蛋口口声声说爱慕公主殿下，都是骗人的。钱就知道钱，简直是俗到极点。那你想要多少呢？100两，100两。家要少了，你还以为我瞧不起你？开高点，给你个还价的空间。你是陆长青？众所周知，我和木婉可是闺蜜，看在木婉的份上，你也不好意思跟我要回报吧？嘿，公主要是给，那我肯定要，毕竟我穷。但我也不好意思给啊。要是我给你报答的话，岂不是质疑我和木婉的情谊？还是说你并不是他的男人？告辞。下次哪怕是救狗，也不会救他明珠公主。你当然不会真不报答他，但我不想给钱，另有赏赐，比100两更合适。他娘的，陆长青，你还真是自己人杀手啊！从校尉郑曲到百户王山河，你是一级已经顺着杀，下一是不是该杀千户了？哎呀，百户大人，是王百户他先暗袭我，被反杀，我没错。你要是有错，早下大狱了。走，跟我去见一位大人。我不去。不去也得去，晚上林千户还要带你去见指挥使呢。走。百户大人，你要带我去见何人？你应该能猜到，我背后有些背景。我原本是江湖中人，7年前在江南救下一位受伤老者，之后才得知他是前任锦衣卫指挥使洪晴天。指挥使啊？后来为防我因相救被报复，也为报答我，在他的引荐下，我空降为锦衣卫百户。那洪老为何不继续当指挥使？每任指挥使境界都极高，若是都做到受主，皇室会愿意吗？一般指挥使只做30到50年便退下。据我所知，退下后还活着的指挥使、副指挥使就有数十人。啊，皇室这么厉害呢？6大佛门、6道大门传承上万年，不知藏了多少老妖怪。皇室若不强，如何与诸宗门共天下？情报已刷新，洪晴天因早年间受过重伤，已接近油尽灯枯。若有人能寻到他早年间因为仇家算计而走失的女儿，他愿用一身真元灌顶。我操，指挥使的一身真元，他女儿在哪儿？他的独女名为余眠，目前已拜入6大道门之一的清月宗，成为外门弟子。大人，洪老的实力有多强？巅峰大宗师7层，近几年旧伤发作，境界掉落，现在是大宗师4层。很香啊，
但别人的真元需要提炼，不能全数吸收。若是用淬元丹辅助的话，效果最佳。但淬元丹20-30万两一颗。木婉，你竟然化妆了！女为悦己者容。你今天是要和陆长青去约会吗？那约会请帖有没有送出去呢？我拒绝回答。哎呀，木婉，你就跟我说说陆长青呗，他到底是怎么征服你的？明珠，你为什么想要了解他？书中说，一个女子若开始研究一个男人，那就是沦陷的开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看你护士的那个样子，这陆长青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不过是一个锦衣卫总旗嘛，而且还贪财好色的。他才没有贪财好色呢，你不了解他，别瞎说。那只是表象，他的内心是伤感、忧愁、痴情、专一的。好家伙，陷入爱情的人盲目到可怕。放心吧，我呀是不会看上他的，你最好是。小姐，徐谈徐公子在府门口，这是拜帖。他说你若不见他，他便在太师府门口一直等着，还会给陆公子送一份挑战书。敢威胁我？云姨，去一趟，把他打走，断他一条腿。是。木婉，这徐谈是定国公世子，定国公府实力不弱啊。不弱正好呀，杀鸡儆猴，省得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去挑战长青。他徐谈也配？小姐，门外之事已按小姐之令办妥。非要在我太师府门口发疯，我明明从未和他说过话，不知怎的就中意我，烦！要是被长青误会了，我定要这个徐谈付出天大的代价。还真是越清冷的女孩，一旦动情就越认真。哎，明珠，你先回公主府吧，我要去一趟锦衣卫卫所。这徐谈刚被打断腿，你说万一他或者定国公府要报复，会不会盯上长青啊？哎呀，木婉，你什么身份什么名气你不知道吗？你去卫所会引起很大的轰动的呀。我不管，他的安全第一，我只在意他的安全。紫菱，去备马车，再取面纱。啊，本公主真是服了。如果我有天爱上一个男人，不会也这么恋爱脑吧？前番拜见洪老。见过前辈。坐。年轻人有探案的天赋，不错呀。但是在这个武道的世界，实力足够强大，才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、活得好的硬性条件。小子很认可洪老所言。我以为你靠探案风生水起，会反驳几句。你倒是有意思，只可惜老夫寿元将近，照拂不了你多久。你要是跟老夫走得很近，有可能得罪人，你怕不怕？哎，不怕。洪老，您的身体……哎呀，寿元将近，就是这个命。只可惜我临死前不能再与我那个乖女儿再见一面了。洪老，您说您有个女儿，能仔细说一下吗？我想尽一份力。女儿是洪老的禁忌，你怎么敢提呀？疯了吗？年轻人，你胆子够大的。洪老，您对我有恩，我想报恩。小子如今在锦衣卫，也算是公认的神探，我想试试，万一能创造神迹呢？好一个锦衣卫总旗陆长青啊，胆子够大又自信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女儿的事。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有这份心，老夫已经很感激了。若你真能创造奇迹，老夫临死前将把一切都送给你。洪老，在下冒昧，您还有多少寿元？3-2个月吧。时间来得及。
陆长青，我真不想管你了。你脑子有病吗？你还真想查洪老这失踪的女儿？试一试。你要是能查出来，老子给你跪下磕头！哎，百户大人，这话可不行说呀！我操！哎，百户大人，百户大人，您，百户大人，老大，裴姑娘来了，她在你办公室等你呢。木婉来魏所做什么？有什么急事？这些文官的豪门贵族不是都看不起朝廷鹰犬？怎么裴木婉不仅和陆长青好上了，还他妈屈尊降临锦衣卫卫所？厉害！长青，你没有收到徐谭的挑战信吧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徐谭今天去了太师府门口，长青，不管是徐谭也好，还是其他人也罢，只要是找你挑战决战，你都一定要拒绝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冲动。好，我知道，一样是角色，为什么木婉如此的贴心，江池瑶却是个骗婚的贱人呢？那我们今天继续去落水楼吃饭，继续赏月？可能不行，今晚林千户又带我去见副指挥使，县管上司，认识一下有好处。好吧。乖，我有时间就去看你。子玲，这里有15万两银票，是我攒的私房钱，你要是不够了再跟我说，我会去找爷爷再要的。那我就收下了。香喷喷的软饭，行，他人都是我的，用他的钱没毛病，以后牛逼了，100倍1000倍的对他好。那我就先走啦。哇，买翠元丹的钱是够了，但洪老的案子还得再装模作样10多天，买翠元丹浪费了，不如梭哈，全买提升境界的天才地宝。千户大人，袁成也给你送请帖，请你去落水楼吃饭。他袁成也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，请你吃饭，这一定有诈。丁，袁成也会以海量武道资源让你放弃裴木婉，真实目的是让你放松警惕，饮酒，酒中按下清心不举药，中招后将会对女子失去兴趣。啊，这个约老子还真要去，先把你的修武资源全拿走，再把你给阉割了。千户大人，如果有人对我们下毒，使用肮脏的手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吃避毒丹，地级避毒丹几乎永久百毒不侵，就是有点贵，得20-30万两了。稳妥起见，先去弄一颗地级品质的避毒丹服下。可惜刚到手27万两，又要撒出去了。千户大人，我决定赴约袁成也。不过今晚见副指挥使的事儿，能不能改明天？海量的修武资源呀，必须拿到手。今晚过后，你就是太监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。什么时间见指挥使都可以。今晚你面对袁成也，有把握吗？他袁世子只是请我喝酒罢了，说不定还跟我惺惺相惜呢。滚犊子！你小子指不定打什么坏主意呢。我不拦着你，小心点儿，千万别小瞧任何人。毒不怕了，至于袁成也身后的护道者，就交给燕姨了。这个你也拿着，真到了生死关头，把穿云箭放了，半炷香之内，大部分锦衣卫都会赶过去。多谢千户大人，我这几位顶头上司人都挺不错的。来，陆公子，请坐。袁公子请我来找我所谓何事啊？银票10万两，玄级中品丹药苍元丹20克，玄级上品丹药龙骨丹10克，150天老参3根，地级中品掌法囚龙掌1部。只要陆公子你放弃裴木婉，这些啊都是你的。
送财童子啊，每一样我都需要。袁世子，你这让我很难办呀。哎呀，陆公子啊，你已有妻子，何必要死盯着裴木婉不放呢？这些资源够你提升好几个小境界。来，我们干了这一杯，冰释前嫌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袁世子好像不太在意我同不同意交易，更在意我喝不喝这杯酒啊？哎，既如此，袁公子如此有诚意，我又怎好拒绝？来，干一杯！来，多谢陆公子。没有防备，这是最佳时机。哼！世子爷，世子爷，你可知道世子爷是宁国公唯一嫡系？你废了他，宁国公、国公夫人，还有整个大禹皇朝都不会放过你。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我什么下场不重要，但太监能做世子吗？能继承国公位吗？这些东西我就笑纳了。哦，还有，你家世子变成太监这事儿，若想让我闭嘴，3天内凑够30万两送到陆府。记住，这是命令和要求，不是商量。你欺人太甚！嘿嘿嘿嘿嘿，这么多好的资源，足够我晋升宗师了。袁成也送财童子，也爱你哦。真元丹、龙骨丹、老参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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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哼哼，哼！宗师境了，终于感受到一丝丝的安全感了。怎么有点虚浮？若是不用一剑飞仙，怕是也不比铜镜强太多呀。还是得要战斗巩固一下。燕姨，出来一下。大宗师陆公子的妻子，武道实力这么骇人吗？据说她只有20岁。燕姨，你能把境界压到宗师境1层吗？能，您入宗师了。气息虚浮，对战的确是夯实根基的好方法。咱们去虞山吧。哎呀，果然，哪怕是压制到宗师1层还是不行，战力不是我这新晋宗师能比的。啊，好在效果不错，根基稳了许多。嘿，你，陆老弟，不是，正找你呢。你要不来，我就派人去你家找你了。怎么了？陛下今日早朝又提到镖卷了，百户大人命你我去天目竹海查案呢，尤其是你，县级内查不清。你上次斩吕天阳那事，有找你算账的。那宗师高手请来了没？宗师请来了，一会儿就到。那神虎大人今天让我去副指挥使家，又得推迟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点着急呢。快点吧。黄总监，你给我找的大宗师呢？请到了，在车里呢。黄总急喊的白17有事来不了了，此趟由我代劳。小女子不才，宗师才3层，你们请的白17宗师才1层，此趟算是你们锦衣卫赚到了。这声音明珠公主啊，搞什么鬼？于三公主，那就劳烦于三姑娘了。最快速度出发天目竹海。
是。公主，你要把这把刀送给他当做报答，天级下品啊，这个价值200-300万呢。他救了本公主嘛，理应报答他。此刀乃锦衣卫第1任指挥使所使的佩刀，自从他死后，此刀已蒙尘了数百年，总不能一直蒙尘吧？只是送刀派一个人去就是了，何必取代白石旗亲自跑一趟？我看过先前两岸卷宗，越看越像神探中的神探。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查案的，而且父皇很在意这个镖局案啊，所以我跟来也算是替父皇分忧吧。停下，休息2个时辰，生火做饭。陆公子，请马车上一叙。老子救了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还不如救个狗呢。续不了，续不了，那报答可就没有了。我操！前几天拿下裴木丸也就算了，这还没见面就上车了，这真他妈牛逼呀！他在看刀，把本公主当空气呀！陆总旗见到本公主还不知道行礼吗？属下陆长青见过公主殿下。此刀乃第1任锦衣卫指挥使所使的佩刀，品级嘛也就天级下品。天级下品绣春刀，配一剑飞仙，起码威力强3倍，越5-6个小境界都不是梦啊！陆总旗，我和木婉在皇城齐名，我和他比，谁更美啊？当然是公主殿下更美。男人嘛，能屈能伸，为了拿这把刀不寒碜。我家木婉那么善解人意，能理解我的。你可真敢说，此刀就赠与你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多谢公主殿下，属下告退。我靠，这也太现实了吧！一只鸟，以后就叫你黑蛟好了。启程，出发！这条大道虽有25里店铺，店铺好几百。虽然情报系统说了具体地点，但总不能直接带人去啊，得做做样子。所有人听令，2人1组，挨家挨户的询问，1年内哪家客栈和酒楼生意最好，着重问一下青楼，他们有没有恩客，在这条街上做开店的东家。是，出发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父皇很在意这个镖局案的，你要是查不出来，锦衣卫可是要受罚的。今天就有结果。你看什么看？难道有了木婉还不够啊？我不看你，你又生气；多看2眼，你又发脾气。你这么难伺候。闭嘴！你看，你又急。不过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短时间内让木婉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？或许是心灵相惜吧。切，心灵相惜，敷衍。别扯啦，他们都回来了。虎子呢？老大，来吧，陆总旗，请查收。辛苦辛苦。确定了，着重注意魏美香、青竹、月心这3家。啥？这就确定了？如果我是凶手，我肯定会选择便宜实惠的，反正又不赚钱，主打的是服务镖局与镖师嘛，价格低，生意就越好，生意越好，他嫌疑就越大。第二，青楼侧面信息表示这3家酒楼的嫌疑最大，所以凶手就在这3家之一。魏美香的老板自称加入过大宗门，实力强悍，而听竹的老板听说是魔道弃徒，而月心的生意最好，却从不逛青楼，哼，嫌疑最大。我看不出头绪，他却直接说出3家，这就是普通人与神探的区别吗？走，一家一家的查。是。大半个时辰的搜查，一无所获。
你说的3家已经排除2家了，那么就只剩下月星客栈了。大概率吧。陆长青，你可真能装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月星客栈。就算不是，思路也对。今日不成，要不明日再查。黄大哥，先查再说。好，走着，月星客栈。哎，诸位官爷，这住店还是吃饭啊？查案。我们月星客栈是本分客栈，不敢轻查案件，还请明察。查过了才知道。诸位，动静还是小一点，有客人在住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调查过了，没发现。要不今天就这样？哈哈哈，没找到吧？掌柜的，大人，听说你们店生意很好，经常满客呀。这前厅的小厮加起来都有10几个，这样说后厨也很忙吧？是有点忙。既然前厅这么忙，后厨的厨师得有6、7个，不，10几个才算正常吧？可我刚才查看，后厨只有1位厨师和2个杂工啊。这几天有几个厨师恰好有事，请假回家了。好，那你是不是还要说他们家住得很远，甚至连你都不知道在哪儿？陆老弟，这人肯定有问题，把他抓回去，让你手下魏行魏小琪审讯，肯定能审出事。大哥，我都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哎，你又知道了？你瞧他这个神色，多半是有更多的厨师和杂工，应该都被藏起来了。问题就在于藏在哪儿呢？是店外呢，还是店内呢？我猜应该有密室、地窖或者地下室之类的。真猜对了。陆老弟呀，你太他妈牛逼了吧！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主动交代，可戴罪保命。说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哼，走。给我杀！先天境9层，难怪能杀了那批镖师。下面可还有人？下面只有老板娘。虎子，是。走，别动！走！别动！说，为何犯下镖局案？回答我！老板娘有个10来岁的儿子，曾经有7、8个镖师夜里要酒，老板娘让儿子派走，那小子失足落水，次日才寻逃。所以他死后就恨上了走镖人。老板娘报复心极重，似乎只有将全天下的镖人全部杀光，而且还用走镖的人肉做成菜给走镖人吃，才能解恨。第一批的人做成菜给了第2批人吃，第2批的给第3批，如此往复。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招待你们这些修武者做厨师的？被老板娘以身入局拉拢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色诱。老板娘很漂亮吗？一个普通人而已，怎么对你们有这么大吸引力？老板娘长得确实好看，而且很会。西南方位居宿主17里深涧瀑布后洞，前行11米，可得千年石乳。千年石乳，惊喜送上门呐！黄大哥，你派人下去看看，可还有活着的。于三姑娘，您同行吧。好。那你呢？哎呀，你这都查了1天案子，累着了，我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。
我不信，我也要一起去。于三儿啊，你跟裴木婉可是闺蜜啊，难道你跟我一起钻小树帘？这不好吧？要管呢。黑椒天机下品，比万年石乳都值钱。看在刀的面子上，带他分一杯羹也不是不行。而且石乳向来有耐药性，我一个人也用不完，正好卖个人情。你又在看什么？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走吧。哼。陆长青，你还挺会找地方的嘛，这里好美啊！皇城双书，名不虚传。果然本公主的美貌天下无敌，也不知道本公主的美貌最终会便宜哪个男人。于三儿，我想去瀑布后面看看，你去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曾经有个猴子在这瀑布后面找了一个福地洞天，所以我想学那只猴子去瀑布后面看看。真的？反正也没事嘛，咱们进去看看。走。陆长青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猴啊？你真的有洞天啊？他不会真的是神算子吧？他还说过是本公主的爱慕者，若这也是真的，那木婉怎么办啊？抢好闺蜜的男人，那还算是人吗？我明珠公主就算是死，就算是一辈子单身，也绝对不抢闺蜜的男人。你那俩招子转来转去，想什么呢？陆长青，我告诉你，公主对我有其他想法，听见没？你没事吧你？别废话了，进去看看吧。哇！哎，于三儿，石乳不是万年，也差的不多呀。果然，你这个神算子算到了这里有宝贝。哎呀，来，贤者有份。这石乳几乎算是至宝，他却特意带我来分享。那果然爱慕本公主，而且爱得深沉啊！干什么？你去搬呀，我又搬不动，你是宗师啊。我？哎，搬。哼，嘿嘿嘿嘿。哇！哦，嘿嘿，哦，呦！哇！可他以前从未见过我，为何对我爱的深沉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都带你发财了，你还不高兴？他是神算子，他肯定是算到未来我和他好上了，甚至爱得死去活来。肯定是这。哼，陆长青，我告诉你，未来是未来，现在呢，你在本公主这里是我好闺蜜木婉的男人，仅此而已。你中邪了？我咋一句都听不懂？哦，你是神算，你肯定知道雪球在哪儿。你快说在哪儿？什么雪球？你发烧了？怎么胡言乱语的？我摸摸你脑袋。你给我撒开！陆长青，你放肆！哎呀，换别人借他100个胆子也不敢碰我，但他敢，肯定是因为他知道我未来会是他的妻子，所以才没有敬畏之心。陆长青，你少骗我！你是神算，你肯定知道雪球有一劫，肯定第一时间就把雪球给接回陆府了。现在雪球就养在陆家，今天回皇城，我要去陆府拜访。我家不，我家没什么好拜访的。哼，越不让我去，越说明有鬼。本公主天下第一聪明，分析了那么多，绝对不可能错。本公主肯定能在你家找到雪球。哼！哎呀，行吧。对了，这些石乳分成4份，我拿7成，你、木婉、燕姨各1份。本公主明明是你未来的妻子，明明未来你和本公主爱得死去活来，结果竟和木婉一个待遇。陆长青，如果你不好好表现的话，你看到的未来可是会改变的哦。嫡公主神圣道德，别人还夸你雍容华贵，这些评价哪儿来的？个臭神棍，你就装吧，等我去你家拆穿你。你，哼！
地下室太他妈血腥了，我他妈吐了好几次。哎呀，黄大哥辛苦了。卢老弟啊，你回去啊，还是要升百户了。这次又是立了大功。哎呀，不能算，那吕天阳的账还在我头上，我顶多啊算是戴罪立功。拉倒吧，谦虚啥呀？王百户被你反杀之后，竞争百户的总旗都哑火了。林千户指名道姓要带你去见指挥使，信号已经够明显了。等我当上了百户，我就请黄总旗喝酒。跑不了你。哎，这月薪客栈超出现银6000多两，房产估4000两，暂归公产。9个小旗每人100两，90多个教尉每人30两。你1500，我1000。多谢黄大哥，这月薪客栈油水还不少呢。嗨，本就是这条街上生意最好的一家，能少吗？那我先回家了。你先走。黄大哥辛苦了。先走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钱没了，还剩1000两，够花，根本花不完。哎，小三儿，你真的要大半夜跟到我家门口吗？我又不傻，我要是不跟来的话，你把我的雪球藏起来怎么办？而且你要是不想叫我公主殿下的话，你就喊我的名字嘛。小三儿好难听啊。所以，公主殿下叫什么名字？还装？难道你还不知道本公主的名字吗？这混蛋真能装！本公主不是你未来的挚爱吗？你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？累了，毁灭吧！妈的，难道那个山洞真有问题？公主名为于之意，好听吧？多嘴。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中。南风知我意，好美，好美啊，好美，好美啊！陆长青，南风知我意这一句是你自己写的吗？算是吧。他再有才，也不可能立马能想到这句诗词，他肯定就是早就知道我的名字，所以这句诗词他准备很久了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是呢，你现在的位置太低了，你最起码要到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，才能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。不是，难道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吗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？不过我们还年轻嘛，我可以等你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今晚找我。所以有误导茶了？有啊，父皇前几日刚赏了我4两的地级中品乌道茶，我喝了1两，还剩下3两，剩下的都给你吧，不够了我再去找父皇要。真给啊？难道他杀人被我看到了？不然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哎，陆长青，你可不要误会啊，我这是单纯的可怜你，才不是急着让你变强呢，等着你来娶我呢，我没急。我知道，明珠公主是可怜我，喊我之意。之意，她该不会看上我吧？走吧，本公主要去你的卧室看看。不出意外，雪球肯定在她的卧室。你要去我的卧室？嘿，正好，我家猫会后空翻。哦，所以你的卧室里还真的有只小猫啊？那有只猫怎么了？我前2天在红颜坊捡到的。陆长青，你敢耍我？你明明知道雪球对我有多重要的。真疼啊！陆长青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仗着未来发生的事情欺负现在的我，否则的话，未来我还是不是你的妻子，就要画个问号了。你，我妻子，你，我妻子。明珠公主不会是吃了带毒的菌子吧？现在还在中毒眩晕呢吧？我妻子是姜诗瑶，公主殿下在说什么胡话？本公主知道，那不是你被骗婚了吗？
而且未来你们肯定会和离的，对吧？你知道我的故事，还知道我被骗婚的事儿。你骗走了我的好闺蜜，当然要暗中调查你了。而且我还知道，等她在陆家修炼完剑种以后，就算你不想跟她和离，她也会强行和你和离的。得在1年内和离，打乱她的节奏，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吧。丁，陆家剑种内，与主剑往前137步，在左112步，在右43步，有断剑金黄，其上部位列半部神级，今为残剑，内蕴一团极纯金黄剑意。江池瑶，你为剑意不惜骗婚，而我轻轻松松就短期超并卵。他为何说是我未来的妻子？他能看透未来？不过他是我未来妻子的话，也很好啊。你未来的娘子，老个小妖不过分吧？那也是未来啊，不是现在。少爷，雪球，雪球，我是娘亲啊，雪球。陆长江，要不你抱回去，你养几天，他就黏你了。不用，你给我好好照顾雪球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有，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不许私自再去见木婉。凭啥？你是三儿，我跟木婉在前，你想插足就算了，还想吃独食，过分！哼，那爱咋咋地，那给你狂的当个三儿，当出脾气来了。你明珠公主这碗软饭，我吃的不开心，我就不吃了。为了一片树叶，放弃整片森林，姓啥呢？宗师境3层了，食乳都快用完了，都有耐药性了，得找燕姨去余山挨大夯实。燕姨，她今天没上班。公子，这是公主给你的悟道茶。嘿，替我谢谢之意。切，这份情沉甸甸的呀。公主，她怎么说？她说让我替她谢谢之意。之意？她竟唤我为之意！哼，口是心非的混蛋，还不是深爱着本公主？否则的话，称呼就是公主殿下，而不是之意。公主，裴姑娘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走。木婉，你怎大早过来呀？明珠，我有好多事情要和你说呢。我还以为你是想我了呢。明珠，我有点思念长青了，他很忙，我又不想去打扰他，就来找你诉诉苦。他是很忙，你不打扰他是对的。可我想他呀，你没有谈过恋爱，你不懂这种感觉。你确定是真的喜欢吗？不是崇拜吗？毕竟你们接触也不是很多嘛。何止是崇拜，我们是心灵契合，他懂我，我也懂他。木婉，你年纪还小，可千万不能让他占了你的便宜，你总得考察考察他吧，起码要1-2年。我知道，我暂时不会把气卖给他，可他亲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。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浑身都没力气。你别说了，他很色的，知道我脑子空白，就趁机摸我。够了，明珠，你害羞啊？我这是红温，我是他未来的妻子，你在我面前说和我丈夫亲热的事，那简直……明珠，你说我给长青生个孩子好不好？我很喜欢小孩的。不行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
木婉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！未婚先孕，你疯了吗？那太师府的颜面可怎么办？而且陆长青正值拼搏的年纪，你给他生孩子，会拖垮他的脚步的。爷爷说了，只要在意自己的内心就好了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。至于拼搏嘛，他现在已经是总旗了，过几年就能到百户乃至千户的位置上。好啊，你这一大早跑过来就是气我的是吧？等我和长青有了孩子，一定叫你一声干娘。不行，不行也得行，你可推辞不了哦。到时候这声干娘叫定了。长青，千户大人，百户大人，恭喜啊！你现在已经是百户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到了百户再往上升，可就不容易了。要积累功劳，还得等千户退位。我懂。还有洪老女儿的事儿，接下来你得用点心查了。即便查不出来，也得做做样子。别看洪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做什么，他可都知道。我现在就去查。拿着。多谢千户。虎子，柳泉，大哥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召集兄弟们查案。是。怎么查不重要，只需要让洪晴天知道我在查就行。查了一天，消息应该传到洪晴天那儿了。再过段时间便可以去汇报了。过来。少爷，众所周知，20岁的大小伙子火气旺，1个月的全素宴，是时候消消火了。您今晚不去修炼室吗？哎，修炼嘛，要松弛有度。作为贴身丫鬟，也该履行职责了吧？云染身子受伤，该歇就歇。今天不烦他，我自己修炼去。地级中品悟道茶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成啊！哇，用了1两悟道茶，就把这缥缈顺步推进了入门。缥缈顺步是木婉送的，这悟道茶是知意送的。嘿，陆长青，你小子可以呀，一人吃着皇城双输的软饭，真爽。还有10几万两银子，是时候该消费消费了。这种顶级的拍卖会不错呀，每个人都戴着鬼面具，一人一间，私密性也不错。哼。各位贵宾，欢迎来到鬼面拍卖场。第一件拍品是玄级中品长剑一柄。
玄机中品价没意思。第4件拍品是一款项链，来自遥远的大周皇朝的七彩阁。众所周知，七彩阁的首饰举世无双，所用的材料分别为天然粉金、等级最高的怒海珍珠，以及赫连雪山山巅的凤燕石。所用材料极其珍贵，想必各位心里都清楚吧？这要是戴在木婉或者明珠的脖颈上，不知道有多美啊！这条项链太华丽了，风格更适合明珠公主。木婉走的是清冷路线，以后看到她那种风格的首饰，再买来送她。这条项链名为璀璨，底价为35000两。连名字都这么适配，明珠，璀璨明珠，不错。3万两的起拍价，这价格也够高的呀。35000。35000两一次，35000两2次，4万。跟我抢，我的钱都是院种太监袁成野送的，我可不心疼。65000。65000一次，65000两次，65000 3次，成交。价格虽然贵，但值啊！这么华贵的宝物，对一个19岁的小姑娘来说，能不喜欢？送礼啊，就得投其所好。看来今天是不会再出手了。第17件拍品，这是一款手镯，同样没有等级，但所用材料是传说中的3生石。3生石的寓意本身就很好，送给心爱之人最合适不过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裴木婉皮肤白得吓人，特别是那双纤纤素手，要是戴上这副手镯，别提有多好看啊！老大，哎，老大，周虎，过来。老大，老大，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干什么？把这个呀送到明珠公主府，就说是我送给明珠的礼物，名字叫璀璨。璀璨。这个嘛，送到太师府，交给裴木婉，就说是我送他的礼物，名字嘛，就叫洛神。洛神？我操！我了个天地大操啊！一个裴木婉也就算了，老大连明珠公主都不放过。老大，比翼双飞啊！哎呀，滚！三妹，我在鬼面拍卖场被人给欺负了。你不知道呀，那条项链有多美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然后呢，有个该死的杂碎硬要跟我抢。你也知道的，我比不得你，并不富裕，就没能在竞价中拿下那条项链。一条项链而已，你没竞争过人家，有什么好闹的？本公主可是公主哎！哼，那个杂碎凭什么跟我抢？要是让我查到他是谁，我弄死他！别闹了，拍卖会上正常竞争而已，你没竞争过人家，即便你是公主也得认，这是规矩。三妹，你……禀告公主，陆公子给你送了礼物。三妹，这个陆公子是谁啊？一个臭男人送的礼物，你竟然收了！二姐，这与你无关，你可以回府了。三妹，这个陆公子送的什么礼物啊？能打开让我看看吗？
哎呀，三妹，你就让我看看嘛！你不帮我查也就算了，现在连个礼物也要对我隐瞒，你还是不是我的好妹妹了呀？三妹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看一眼也无妨，总比你非要我去查个人更荒唐。退下。退下。好美的一条项链啊！公主，这条项链的名字是璀璨。璀璨，这条项链就是为我而存在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它就是我在鬼面市场相中的那条项链。雨之翼，你人都不在，为什么还能抢走我喜欢的东西？一条没有等级的项链，他愿意花4万两送给我，不愧是神算子，他就是世界上最懂我的男人。三妹，这条项链你要不就给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三妹，这条项链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弄死那姓陆的。你是想死吗？你要是敢去找麻烦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我不敢，三妹，我什么都不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秋痕，送二姐回她的公主府。是。真美啊！这2天要抽空去趟太师府，这么漂亮的项链要好好给木婉看一看，好漂亮啊！让周虎把礼物送完，又把人拉出去查了几天案，闹了这么久，该修炼了。这地级中品悟道茶效果那么好，才用了1两，还有2两，还得继续修炼，缥缈顺步，身法速度才重要，简直是保命必备呀！小姐，定国公府又送请帖来了。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定国公夫人，还一次次送来请帖，写的又是陆夫人，8成又是那陆长青惹的祸。小姐，你要是心烦，我们去逛逛街吧。常听闻这修武呀要一松一弛，您嫁给姑爷这么久，几乎都没出门逛过街。玉兰，如果无法领悟剑意，以我修行的功法，我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天人。小姐，您给自己压力太大了，这不是还有好几年吗？那就听你的。今天我们休息，去逛逛皇城。拿我面纱来。好。好了。走吧。小姐，糖葫芦。小姐，陆夫人，我是定国公夫人，家夫姓徐，你可以称我徐夫人。哎呀，今儿个可真巧，竟然在这街上遇到了。何事？害我儿断了双腿，我虽无法报复，但让陆长青夫人去你太师府大闹一通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听说啊，这陆百户和那个裴木婉好上了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陆长青在外和裴木婉爱得你死我活，你身为夫人不可能就这么干看着了。陆百户是谁？小姐，
不会是姑爷升官了吧？他有这本事，短时间内升官百户，还能和裴木婉勾搭？裴木婉眼瞎了吗？这是我陆府的事，跟徐夫人没有什么关系。徐夫人还是管好定国公府吧。哎呀，你好歹也是陆家夫人，怎么这么孬种啊？也不找那个小三上去闹他一闹。才是孬种，滚开！你个小贱人！你敢打我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大宗师死了！不要招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一人一剑将定国公府屠戮干净。人柱虽然没有洞房，但陆夫人名号在身，不能惹麻烦，也不能杀人。不是，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操！老大你真牛逼啊！不，老大你夫人真牛逼。小子，今天你夫人杀了一个大宗师5层境，江池瑶这么猛，看来短时间内想超越他不太可能啊。不过或许能从剑种入手，他貌似很在意那道剑意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呢。你媳妇儿在大街上碰到了定国公府的徐夫人，你老婆就打了她一巴掌，徐夫人派大宗师杀你夫人，然后他一怒之下就反杀了。好一个定国公府，不敢找太师府，不敢找我，就撺掇江池瑶闹事，算计到我头上，不从你身上撕块肉，不解气。千户大人，虽然镖局的案子已查清，但我觉得还有同伙，同伙就在冯家造船厂，属下愿带人去冯家造船厂再搜查一次。徐夫人的冯家造船厂一年赚30-40万，看老子不把你们给一锅端了！可以，但别太过分。开玩笑，我锦衣卫的人被欺负了，如果不报复，以后谁还会敬畏锦衣卫呀？虎子，带着兄弟们跟老子走。是。各位官爷，官爷，大驾光临，不知这是所谓何事啊？有线索说你冯家造船厂藏有嫌疑犯。官爷，那这肯定是搞错了啊！我就是这造船厂的老板，我叫冯汉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嘛。那个，我亲姐是定国公夫人。哎呀，要不您看，就这样算了吧啊！你打的就是定国公夫人，就这几千两银票，大发叫花子呢。10级上品宝剑竟被这一刀斩裂，小小百户就有这实力。燕姨解决了他。官爷，那个小人的船厂愿意接受调查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你应该庆幸刚才那个刺客是主动向我出手，不是你指使的，否则你已经见阎王了。柳泉、魏行，你们带人继续搜查。周虎、钱胜，你们跟着老子在这里等。是。轻点儿，官爷，轻点儿。走。老大，没找到线索，不过这冯家造船厂也是真够灰的，造船用的木头都是些腐货坏物。没找到线索，那就明天接着过来找，等找到线索为止。柳泉、钱胜，你们带着手下的校尉继续留在这里。对了，
他冯大公子要是去定国公府求情，就放他去。是。除非定国公府自己服软道歉赔偿，否则冯家造船厂别想继续造船，老子有的是时间和你们慢慢玩。好漂亮呀！秋寒，我这条项链漂不漂亮？漂亮，特别漂亮。公主殿下，你都问我几十遍了。公主，陆府出了点事。长青怎么了？不是陆公子，是陆夫人。定国公夫人想逼陆夫人前往太师府闹一场，被拒绝后，那老女人竟然让大宗师5层老头动手，结果那老头被陆夫人一剑秒杀。那长青受伤了吗？陆公子不在场，不过陆公子得知消息后，带人去了冯家造船厂，把那地方砸了围了。那造船厂正是定国公夫人娘家开的。哼，徐谭被打断一条腿，冯苍云这个做娘的可心疼坏了吧？竟敢撺掇江池瑶去找太师府和穆婉闹。哼，他以为江池瑶就是好惹的吗？这陆夫人真是太可怕了，竟一剑秒杀大宗师5层，据说年纪跟陆公子也差不多，这还是人吗？妖孽过头了吧？冯苍云想方设法的去找长青和穆婉的麻烦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准备马车，敢欺负本公主既定的男人，本公主要好好拜访拜访这位定国公府夫人。走。爷爷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定国公府找长青麻烦，您一定要给定国公府一个教训。我听说了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定国公府吃大亏。爷爷，您当众说过长青是太师府的门生，他还敢撺使江池瑶来跟您跟我闹，要是不教训他们定国公府，那您的面子往哪放啊？我们太师府是会被嘲笑的。也好，我乖孙女都来求我了，爷爷能不答应吗？爷爷，那您打算如何教训定国公府？明天早朝，御史大夫会弹劾定国公徐生立。姐夫，他们简直就是没有王法呀！他们居然打我的脸呀！我看他们压根就没把您这位定国公放在眼里。哼，陆长青这个杂碎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安静！你们怎么看？国公，陆长青身为锦衣卫百户，他的行事多半是得到了上官的认可，甚至是授意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整个锦衣卫都支持陆长青，哪怕是对上我定国公府，也在所不惜。陆长青在短时间内破获了3桩悬案，又被裴姑娘相中，以得势，锦衣卫看中他很正常。裴穆婉那就是裴天行的裴。夫君，你看看咱们儿子的腿，裴穆婉这个贱丫头，她简直心也太狠了。闭嘴！你竟敢骂裴穆婉，你想找死吗？你今天竟敢撺使陆长青的夫人大闹太师府，你疯了吗？幸亏你今天没有闹成，否则今天不光死一个黄腾。船厂先暂停运转，待锦衣卫撤了之后再说吧。禀告国公，明珠公主前来拜访夫人。我？公主马车已经在府外。什么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明珠公主来拜访我们定国公府，还点名要见我，难不成明珠公主是在表达对我们定国公府的支持？不对啊，明珠公主和我府没有任何关系，反倒是和那裴穆婉关系很好。明珠公主跟我们府上是无关系，但你别忘了，檀儿跟她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檀儿如此优秀，放眼整个皇城，那都是有数的青年才俊。明珠公主啊，年方19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没准啊，是看上我们家檀儿了。所以呀，才在这个时间节点来拜访我们定国公府，就是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呢。做驸马未尝不可，明珠公主的美貌和穆婉齐名，身份还更高一筹。母亲，
可不一定吧，这不能乱说呀。虽然夫人的分析不靠谱，但万一呢？好，来人，打开中门，迎接明珠公主。爹娘，我要回去换套衣服，再重新出发。你们先去迎接明珠公主，孩儿去就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去，快去！走走走，去。好，随我来。请。参见公主殿下。公主，这是小妇亲自为您泡的茶，请品鉴。真难喝，你怎么恨死我呀！公主息怒，大喊大叫，还国公夫人呢，一点皇宫礼仪都没有。我不太会泡茶，对不起，公主殿下。徐檀拜见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，这又是为何？作为母亲，你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儿子的吗？徐檀是什么身份？见到本公主还不跪下行礼？见到本公主还不跪下行礼？快！啊！公主殿下，您息怒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不要惹不该惹的人。好了，拜访也拜访完了，本公主要回府了。个东西！真不错，知意和木婉一起为我出头。这个徐胜利从国公降到伯，简直比滑滑梯还爽。哎，老大，你真厉害，还得是你呀！皇兄双叔竟然都被你给拿下了呀，厉害！什么拿下？我们这叫红颜知己。厉害！不过老大，咱们那个徐人的案子还查吗？这都已经10天了，一点都没查到。今天可以去找洪晴天，前后查了20多天，该做的样子都做足了，是时候交答案了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卫所吧，我去办点事儿。行。陆大人，您来了，这边请。老爷，人到了，坐吧。洪老，您女儿现已化名为于眠，现已拜入6大道门之一的清月宗，成为外门弟子。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查了10几天，做样子做得很到位，不错。你是怎么查找到我女儿下落的？那是你的秘密和本事，我不管，我只要答案。你现在给了我答案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这是小子应该做的。清月宗离皇城并不算太远，以老夫大宗师的实力，来回1天。洪老的意思是要亲自去趟清月宗？没错，你只需要在这等待1天。如果你所说的于眠真是我的女儿，我这一身的真元会灌输给你，包括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攒和收藏。你说的于眠真是我的女儿，陆小子，谢谢你啊！洪老，这是小子应该做的。哎，坐吧，坐吧。你小子要好好的对待裴木婉，只要有太师在，至少在皇城内，没有人敢对你真正的出手，你的晋升之路也会一路平坦。
明白。老夫一共积攒了130万两，其中的65万两，我昨天已经交给于绵了。这是剩下的65万两，都是你的。多谢洪老。这里有6部内功和武技，等级最高的是掌法，是裘玉掌地级上品，另外还有3部玄级上品，2部地级下品。你要是需要，你就修炼；如果不需要，你可以拿到拍卖场换些银子也成。多谢洪老厚爱。陆小子，我的女儿于绵今年19岁，现在在清月宗做外门弟子。你以后要是有机会，一定要替我多加照顾，一定不要让人欺负她呀。洪老放心，小子一定做到。该交代的都给你交代完了，该传功了。燕爷，给我催元丹。大宗师，没想到竟然直接到了大宗师，真是意外之喜。短短数月，从后天到大宗师，这修炼速度舍我其谁？小子，你先别激动，老夫要走了。洪老，你小子，等我走以后，我的后事管家会处理好，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照顾好我女儿，千万不要让人欺负她。洪老放心，小子一定做到。好。洪老，姑爷，太师府的请帖。太师府的请帖，而不是木婉写的。今晚是太师亲自邀我。哎，不是我紧张什么呀？有木婉在太师府，我还能吃亏不成？这第一次见太师，得带点礼物啊。木婉说过，太师对家国情怀的诗词极其期待和欣赏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有点味道，不过这太长了，我也背不上来呀。太师是文官之首，得找一首符合文官气度的诗。有了，于谦的石灰吟最合适，有骨气，有气度，有风骨，正好适合陪太师。就它了。白角，你说今天晚上那小子会给我送来怎样一首诗词？想必陆公子不会让您失望。但愿是个惊喜吧。我还想一举突破天人境呢，在天人境门槛上已经蹉跎了很久了。您可是文道和武道双修的人，这哪怕是当今皇帝，其武道也远不如您。文道只不过是您的个人爱好，玩趣罢了。你呢，在人仙境9层上也待了不少年了，怎么还没有把握突破到地仙境？总感觉还差上一些，还想再积累几年。大人，既然小姐这么喜欢陆长青，那为什么不把她身边那个女娃娃给杀死？她死了，
也好给小姐腾出陆夫人的位置。我裴天行的独孙女，不管占不占据陆长青夫人的位置，都没什么区别。怎么，陆长青和那小女娃，难道还敢欺负木婉不成？那明珠公主呢？她或许会成为小姐的对手。我裴天行的独孙女，还争不过别人吗？那需不需要属下去调查一下陆长青的秘密？普通人能在后期短时间内修炼成大宗师，肯定不简单。不必，有秘密才好。没秘密的话，老夫还不喜欢呢。不过，你要是去调查，以后万一让婉婉知道了，那丫头她会生气的。老爷，陆公子家的马车已经到太师府门口了，小姐已经去迎接了。女大不中留啊！我那孙女儿本来是一个高冷的性格，但遇到陆长青，却成了一个温顺的小绵羊。走，去餐厅。陆公子眼睛都不眨了。小姐本来就是全天下最美的，这次还化了1个半时辰的妆，能不美吗？真他妈美爆了！真想现在就和木婉来个松毛结构。冷静冷静，你现在宗师境几层啊？宗师境8层啊，厉害吧？你的诗词帮了我大忙呢。天花板级的女神在我面前却是个迷妹，爽爆了！走，我们去找爷爷吧。嗯。爷爷，我操，好强啊！这绝不可能是半步天人境啊！今晚这顿饭我吃的太值了。不行，这次回去得赶紧让姜赤瑶给我家木婉腾夫人位置啊！能干到我真正的武道境界，连皇帝都察觉不了，你小子有点东西啊！木婉的眼光不错。小子陆长青见过太师。跟着婉婉喊爷爷就可。爷爷，稳了，这声爷爷喊了，以后皇帝老二我老大。长青，爷爷我不是迂腐之人，不会逼你合理，不会规定你修到多大境界，做多大的官，就一点，不能委屈了婉婉。爷爷，我能做到。木婉这么好，还满心满眼都是我，我要是委屈他，也太不是人了。长青，你不是还准备了首诗词给爷爷吗？爷爷，您为大禹掏心掏肺，殚精竭虑，长青佩服，所以以您的思维与角度，写了一首《石灰吟》。念来听听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好一个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难怪孙女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这首诗真好，必须得拿去和老友炫耀炫耀。爷爷喜欢就好。爷爷，长青厉害吧？厉害！乖孙女儿，把这首《石灰吟》装裱起来，放到爷爷的书房里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爷爷，长青还有一事。何事？长青想进入我陆家的剑种，我虽已入了大宗师，但剑种的危险，我……小事，陪酒。九哥哥，我去，又是一个强的可怕的角色。九哥哥，木婉的软饭就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软饭。人仙9层，够吗？够了，太够了，多谢爷爷。姜赤瑶，你就准备迎接我对你的报复吧。走，开吃。
慢点，慢点，叫你别喝那么多，你还喝那么多。紫菱、白芷，你们先出去，没我的招呼不准进来。是。晦气，这人怎么还在我院门口等我？这人还不穿鞋。有一说一，江池瑶虽然人品极其低劣，那脚是真的美啊。小姐，玉兰没说错吧？小姐要是有事情求陆公子，就不穿鞋。陆公子特别喜欢看您的脚呢。为了进建筑，这点手段算什么？这不是江小姐吗？来我这儿干嘛？你是大宗师了，2个月前还是后天境，现在是大宗师。就算是我从后天到大宗师，也用了6、7年。怎么，你怕了？就你也配让我江池瑶害怕？哼，就这个味儿。你不是想让裴木婉嫁进陆府吗？只要你帮我找到一把蕴含浓郁且完整剑意的残剑，和离就在眼前。1年多来，我在陆家剑中修炼剑道，只要再找到一柄剑意足够完整的残剑，我的星辰剑意就能圆满。你毕竟是陆家女剑仙的后人，你武道境界提升，难道不就是得了她的传承吗？你最熟悉你陆家剑种，你帮我找剑很合适。情报系统给的那把断剑，就是他所需要的。江池瑶，你看我不把你吃得死死的？可以，明天我们一起去我家剑种。至于报酬嘛，不需要什么提枪和离，只需要300万两。这是一瓶大妖洞天魔蝶的精血，价值300万。我操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还真掏出好东西了，至宝中的至宝啊！报酬我给你了，明天你应该有办法寻到一柄蕴含完整且有浓郁剑意的上古残剑吧？是。我可没说要把剑给你，想要剑，区这点代价可不够。真以为骗婚这事儿，一个简单的和离或者休掉你就能结束了？就算我的脚再美，你偷看就偷看，最好别盯着他，做什么幻想，干什么恶心人的事。滚犊子！老子有贴身丫鬟云染暖床，需要用你的假幻想做坏事？你瞧不起谁呢？陆公子，那高云染比不上我家小姐一根脚趾头。哎，去！玉兰，你放肆！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这谁丫鬟长大了？跟你主人一个样子。哼，就这味儿。就这个味儿。明天，江池瑶多半会被我气到炸裂，甚至疯狂。有九哥的帮助，我定能将江池瑶吃得死死的。嘿嘿嘿嘿嘿嘿，还真是无利不起早。走吧，你就在家等着吧。嗯。地方不小，这么大一片，竟然一根草都没有，全是剑。陆家剑种内，于剑种主剑往前走137步，再往左走112步，再往右走43步，你会看到一把青色的锈迹斑斑的断剑。往前137步，左转。
112步，再右转43步。哎，很普通，普通到在这成千上万把断剑里跟沧海一粟一样。黑九大哥，请用气息锁定僵尸妖。这道气息太强，绝对是人心想。这种级别的强者，怎么可能活跃在大元皇朝境内？一个字，九哥牛啊！陆长青，你算计我！僵尸妖，你看看，你又急。哼哼，等你看到这把断剑内蕴含的上古剑意之后，你再急，你急早了。好浓郁，好强横，好完整的上古剑意。只要有这把剑，星辰剑意立刻就能修炼到圆满。哼，剑给我！剑给你，僵尸妖。现在你跟我说剑给你，我们结婚了1年多，我说过多少次给我，你给了吗？你给元房了吗？陆长青，你已经拿了洞天魔蝶的清血，你想翻脸不认账吗？你是啊，我就想翻脸不认账，怎么了？能怎样？骗婚的事儿是我错了，求你。求我？当初你把我当废物，说什么合理不配的话，你可想过今天？陆长青，这把剑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圆房吗？你把剑给我，我就跟你圆房。不错，圆房，可是太少了。我要的不只是圆房，我要你做我的贴身丫鬟，这辈子都不能背叛我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？你不是一直以你的武道天赋作为骄傲吗？那你可知，现在我就能轻松毁了你的武道根基，让你这辈子都修不了武道。我答应了。光嘴说没用，起誓！这个世界的天道誓言是最好的保险。你想要反悔，先问问天道愿不愿意。我江池瑶愿立天道誓，认陆长青为主，成为他的贴身丫鬟，永生不得背叛与伤害。陆长青，你够了吧？把剑给我！叫我什么？少爷。哎，我就喜欢你这样，明明高傲的要命，却不得不服从我的样子，真香。姐，走，回府，给我暖床，圆房。洗手。对了，把脚洗干净。老子要用脚！禽兽！行了行了，我就用了1次，你至于吗？都搓秃噜皮了。蛮牛，嘴还那么欠。哎呀，还没训好是吧？来，再来1次，我累得你抽筋。长青，长青，木婉，你来了，以后陆府夫人的名号就归你了。长青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
我现在就要成为你的妻子。长青，明明你未来的妻子是我。好啊，知意，我就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关注长青，还替他出头。原来你也沉沦了，我拿你当闺蜜，你居然抢我男人，那我能怎么办吗？爱情这东西我也控制不了啊。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长青的妻子一定是我。她是你想嫁就能嫁的吗？我爷爷已经说了，会把我嫁给长青。那你呢？皇帝会让你嫁吗？我可以等啊，以长青的能力，未来必定能成为指挥使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去找父皇说。那我可等不了喽。长青已经是我的了，他未来正室的名额已经归我了。谁说稀罕正室了？做个侧的也可以嘛。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我的。我们还没和离呢。知道的事。